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能够彻底颠覆你认知方式的书《认知突围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蔡磊磊，他是一位在知识传播领域深耕多年的专家，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，为我们揭示了隐藏在日常生活背后的认知真相。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我们需要认知突围？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每天都被各种各样的观点和信息所包围。我们自认为已经了解了世界，知道了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，但事实真的如此吗？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。史蒂夫·乔布斯，这位苹果公司的传奇创始人，曾经被自己亲手创立的公司解雇。在大多数人看来，这无疑是一场巨大的失败。然而，乔布斯并没有因此沉沦，而是利用这段时间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和认知升级。他创立了 NXT 公司，并收购了皮克斯动画工作室，最终重返苹果，引领公司走向了一个全新的辉煌时代。乔布斯的故事告诉我们，认知的局限往往是我们最大的敌人，而突破认知，才能真正掌控自己的命运。认知突围就是这样一本能够帮助我们突破认知局限的书。它不仅揭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认知误区，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，帮助我们重新构建更高效、更准确的认知体系。阅读这本书，你将学会如何更清晰地认识自己，如何更有效地学习，如何做出更明智的决策，以及如何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。1. 认知的底层逻辑，重新认识自己。在认知突围的第一章中，蔡磊磊首先带领我们重新认识自己。他指出，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往往存在偏差，这种偏差源于我们大脑的认知机制。人类的大脑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固有的认知模式，这些模式在某些情况下能够帮助我们快速做出反应，但在其他情况下却可能导致错误的判断。例如，大脑倾向于寻找捷径，这使得我们容易受到确认偏误的影响，即我们更愿意相信那些与我们也有信念相符的信息，而忽视那些与之相悖的证据。要突破这种认知局限，我们需要学会质疑自己的直觉和假设。具体来说，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。1. 自我反思，定期进行自我反思，审视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决策过程。2. 多角度思考，尝试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，避免陷入单一的思维模式。3. 寻求反馈，主动寻求他人的反馈，了解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和表现。书中提到一个有趣的案例，一位企业家在一次重要的商业谈判中，因为过于自信而忽视了对方的真实意图，最终导致谈判破裂。通过反思，他意识到自己陷入了过度自信的认知陷阱，并开始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，最终在后续的谈判中取得了成功。认知的局限往往是我们最大的敌人。我们以为自己看到了世界的全貌，但实际上，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想看到的世界。高效学习，构建知识体系。在信息时代，学习能力已经成为决定个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。然而，很多人虽然花费了大量时间学习，却收效甚微。蔡磊磊在书中指出，高效学习的关键在于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。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，人类的大脑更擅长处理结构化的信息。通过将知识系统化，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存储和提取信息，从而提高学习效率。要构建知识体系，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。1. 主题学习，去选择一个主题，进行深入学习，而不是零散地学习各种知识点。2. 思维导图，使用思维导图等工具，将所学知识进行可视化整理。3. 关联思考，将新知识与已有知识进行关联，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网络。书中讲述了一位职场新人的故事，他通过主题学习的方式，在短时间内掌握了市场营销的核心知识，并将其应用于实际工作中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。这说明，构建知识体系不仅能提高学习效率，还能直接转化为工作能力。学习不是简单的知识积累，而是构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。只有将知识系统化，我们才能真正掌握它，并将其应用于实际问题。3. 决策的艺术，理性与直觉的平衡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做决策，然而，很多人在决策时往往过于依赖直觉，而忽视了理性的分析。蔡磊磊在书中指出，成功的决策需要理性与直觉的平衡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直觉和理性在大脑中分别由不同的系统控制。直觉系统反应迅速，但容易受到情绪和偏见的影响；理性系统则更为谨慎，但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。要实现理性与直觉的平衡，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。1. 设定决策标准，在决策前，明确决策的标准和目标，避免被情绪左右。2. 收集信息，尽可能收集更多的相关信息，为理性分析提供依据。3. 反思决策过程，在决策后，反思决策过程，总结经验教训。书中提到一位投资者，
他通过设定明确的决策标准，并严格执行，最终在股市中取得了稳定的收益。这说明理性与直觉的平衡是做出明智决策的关键。成功的决策不是单纯依靠直觉，也不是完全依赖理性，而是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点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做出最优的选择。4、情绪管理，掌控自己的内心世界。情绪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但很多时候，情绪也会成为我们前进的障碍。蔡磊磊在书中指出，掌控情绪是认知突围的重要一环。情绪心理学研究表明，情绪是由大脑中的性能和控制的，而理性思考则由前额叶皮质负责。当我们处于情绪激动状态时，性能核会抑制前额叶皮质的活动，导致我们无法进行理性的思考。要掌控情绪，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： 1、情绪识别，学会识别自己的情绪，了解情绪产生的原因。2、情绪调节，通过深呼吸、冥想等方式调节自己的情绪状态。3、情绪表达，找到合适的方式表达情绪，避免情绪积压。书中讲述了一位职场人士的故事，他通过情绪识别和调节，成功的化解了与同事之间的冲突，并改善了人际关系。这说明，掌控情绪不仅能提高个人生活质量，还能对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。情绪不是我们的敌人，而是我们内心世界的一部分。只有学会掌控情绪，我们才能真正掌控自己的人生。5、行动力，把认知转化为现实。认知突围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行动。蔡磊磊在书中强调，强大的行动力是实现目标的关键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行动力与动机、意志力以及习惯密切相关。动机为我们提供行动的动力，意志力帮助我们克服困难，而习惯则使行动变得自动化。要提高行动力，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： 1、设定明确的目标，明确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，并将其分解为具体的步骤。2、培养良好的习惯，将行动变成习惯，减少意志力的消耗。3、寻找支持系统，寻找志同道合的人，互相鼓励，共同进步。书中提到一位创业者，他通过设定明确的目标，并严格执行，最终成功创办了一家颇具影响力的公司。这说明，强大的行动力是实现梦想的重要保障。认知只是起点，行动才是终点。只有将认知转化为行动，我们才能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认知突围的主要内容。这本书从多个角度为我们揭示了认知的本质，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，帮助我们突破认知局限，实现个人成长。如果你也想让自己的认知水平更上一层楼，如果你也想在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，那么我强烈建议你阅读《认知突围》。这本书不仅能拓宽你的视野，还能改变你的思维方式，最终帮助你实现人生的蜕变。记住，认知的突破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。每一次阅读，每一步行动，都是你走向成功的阶梯。不要害怕失败，不要畏惧挑战，勇敢地迈出第一步，你将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激发你的阅读兴趣，并促使你采取行动，去探索《认知突围》这本书所蕴含的智慧。谢谢大家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